潮汕人爱卤味，从街头林立的卤味档，到人流不断的杂市，到处都可见排队买卤味的景象。在潮汕人的卤味食谱中，排在首位的非卤水鹅莫属。有姜，有碗老手。剛剛呢，這有吞下先，好不用來。 38岁的于壮忠，在过去的14年里，靠卖一碗卤鹅饭，让自己从一名摩托车维修工蜕变为拥有12家门店的卤水店老板。我当时呢，就家里父辈就在做这个卤水鹅，所以我对这卤鹅就很感兴趣。但是又自己出来创业，就是没有那个经济，我就想出来，社会创吧。 从小就目睹着父母做卤鹅长大，要把祖传的家业发扬光大，是于壮忠从小的梦想。就出来打年工，赚了2万块，就帮人家接了2万块，来澄海的狮头的故乡开个鹅肉饭。于壮忠将鲜美紧实的鹅肉、粉嫩的鹅肝、清香的鹅蛋铺到热喷喷的米饭上。 再淋上秘制卤水汁，没想到这一创新给潮菜带来了一番新风味。刚开始开店的话，生意不是那么稳定嘛，所以我一直还是保持那个新鲜卖不出去的东西，我是不卖的。这么多年都是这样，隔天我是不卖。于壮忠认定，钱应该是赚回来，而不是节省下来的。味道好。 分量足，于壮忠的一碗饱饭吸引了不少食客。现在的话，一天大概60左右，节日期呢，大概是110左右。小本生意渐渐做大了，身为老板的于壮忠，还是每天亲自打理店里的大小事务。有生客到来，于壮忠还会上前聊上几句。 告诉客人卤鹅正确的吃法。一般的，我们先淋上卤水汁，鹅肉跟香菜，加一点米醋。蒜泥醋是潮汕人吃卤水的必备配料，它能化解吃鹅时口中留下的油脂。鹅肉配上香菜，则可以增添肉的清香，细品愈发可口。 下午2点，斩刀与砧板的碰撞声渐渐落下，午餐的忙碌算是告一段落。早起的于壮忠没有休息，而是匆忙地离开了饭店。这个点要去鹅场挑2只老鹅，因为老家有拜老爷的习俗，要亲自卤好拿去拜老爷。 拜老爷是潮汕地区一种传统的民间风俗，当地人对拜老爷的重视不亚于春节，而在于壮忠的眼里，这更是头等大事。我是来个2老隻，媽啲來拜老爺，2個位我哋上多些啊。好，我自來嘅9老隻出來。在狮头鹅中，有稚鹅、中鹅、老鹅之分。能被认定为正宗狮头老鹅的，必是年长2岁以上、体重达20-30斤的老公鹅。仅一个头部卤制后，可以卖到800元以上，连脖子甚至可达1500元。攞呢下，攞呢瓜。澄海市有400-500家养殖场，于壮忠向来只挑选自然环境下生长的狮头鹅。鹅的原材料很关键，这狮头鹅这个鹅种呢，它的肉感会嫩，会有酒劲的那一种，它的皮比较厚，比较有口感。
离拜老爷只有不到7小时了。于壮忠回到自家卤水房，和其他卤水店不同，他除了留1/3作为喂饮，其他的卤水都不过夜。于壮忠认为，100年老卤只是经营者的噱头，过度加热与翻煮而产生的重金属对人的健康不利。卤料啊，所以从开店的第1天起，他就坚持每天过滤，再加新药材和酱油重做卤汁。潮汕地区卤鹅呢，潮州卤鹅是带甜的，南沿卤鹅带咸的。我们澄海卤鹅呢，就是清淡一点，要卤的原汁原味的那种。鹅先宰好，取出内脏，洗干净，然后放干，再擦一下盐，隔半个钟，再来卤。鹅的大小跟卤的时间成正比，老鹅放下卤水盘后，在不断翻滚中，让鹅身均匀地吸收卤汁。年龄不同的时间卤的就不一样了。2年的老鹅的话，最起码2个钟头以上的。潮汕人对拜老爷的重视，既是一种虔诚，更是一种信念。只有初中文化的于壮忠，笑说自己不善言辞，但心里清楚，行动永远比想法重要。既求老爷保佑，也鞭策自己永不止步。卤係種歷史悠久嘅烹飪方法，宋朝嘅時候就有記載，但係全國唯獨潮汕人最鍾情於卤。滷味喺潮汕人嘅心裏邊一味甲天下。老闆，我經過朋友嘅介紹，我聽到恁黃光哥呀出國登嗰個滷水嗰會係地位麼嚟？原來黃哥係小白菜。陳俊傑北漂咗20幾年，而家決定返汕頭老家創業。做廚師嘅佢，第一個諗到嘅都仲係做滷味，但係佢心裏邊唔知點樣做，因為佢以前做嘅都唔係潮汕菜，所以今日特登帶埋個仔嚟當地幾家著名嘅滷味店試菜。它那滷水甘香味，吃完了食裡面它有一個回香，哎，它的第一它也是取決於說這個食材。我一吃了他家的滷水大腸，肯定就是當地的。汕頭南澳大橋底嘅呢一塊沙灘，每日潮起潮落，迎嚟好多魚仔、蝦仔、藻類等海洋生物。呢啲高蛋白嘅天然飼料就變成咗海鴨嘅美餐。陳俊傑今日就係嚟揾呢啲海鴨嘅。它都沒有脂肪，而且我們這個老鴨一般都是3年以上的。像這種海鴨的，跟咱們那寬陽的，那個也是老鴨，那味道差別可大了。它這個老鴨，它這吃完了氣燥不上火，而且它的肉有彈性，有酒勁。我哋那平時嘅天氣真係好特別咧，水冷就調下力先，我係好拉。陳俊傑返汕頭之前喺北京全聚德做烤鴨師傅，而家返到屋企創業做滷味，諗嚟諗去都仲係離唔開老本行，做鴨、滷鴨。今日陳俊傑帶埋老鴨乸去前尾村嘅陳俊安屋企，準備帶自己做嘅鴨俾啲朋友試下，聽下佢哋嘅意見。喺汕頭做美食唔容易嘅，汕頭人對食最挑剔。歡迎啊！哎，來了哈。平時講食老博士，那老兄弟姐幾人，那每攞隻鴨來試那口味。明白哈。明白。我今日就我人做呢，你大家拿來食一攤。
好，这样好，哎，頂實，好，好，來，真係啊！好朋友黃喜松都係做美食嘅老行家，喺汕頭嘅菜市場嗰度擺攤，擺咗3代人。最拿手嘅就係老豬腳同南乳肉。陳俊傑要做嘅就係滷水老鴨，好多調料落鑊，秘製豉油就係滷水嘅魂。唔同品質嘅豉油決定咗滷水風味嘅極大不同。等滷水煲滾，將老鴨放入去，不斷翻轉，令到佢表皮均勻上色。大火煮半個鐘之後，關到細火煮1個鐘頭，再關細，剩翻一啲啲火苗，燜1個鐘頭，咁樣就令到滷水完全入味。滷水老鴨腩，陳俊傑堅持用手嚟撕，順住鴨嘅紋理拆肉，咁樣先至能夠保存鴨肉纖維嘅完整性。黃喜松今日要做嘅係南乳肉，配料就簡單好多，南乳汁、白糖就搞掂，一條五花肉就係主角。調料落鑊，等湯汁滾咗之後，放五花肉入去，猛火燉煮20分鐘，再改慢火煮20分鐘，咁樣先至可以令到肉鮮嫩入味。撈出趁熱切片，擺盤淋汁。南乳嘅香味同滷水嘅香味風格各異，無需入口，一聞就知。你啱啱識啊？我試呢支個係厲害。這個會給你就是作陪。哎呀，來斜腿，來夾，起氣呢？你選哪一個？好嘅，你推薦到底蛋，明嗎？加了點鐵醬，知唔知啊？講咧你用但係講咧你用呢啲係味道嘅。更夾硬啲人嗰啲會營養味道啊！滷水老鴨早已經被風乾，滷水嘅風味同老鴨嘅肉香緊密咁結合喺一齊，擺喺台上，好遠都可以聞到嗰陣咁特別嘅味道。老鴨皮爽口唔膩，有嚼頭，清香4日。特別少，食落呢個南村呢，哦，我做嘅南村呢，呢個味道在上，試下看。我帶尾毛咧，這個最緊要做啊，口感，用口感嚟食，杯杯都食到未香脆。南乳肉一到嘴尖，肉塊綿軟嫩滑，南乳味啱啱好解咗五花肉嘅膩。陳俊傑嘅滷水老鴨，既然得到咗朋友嘅一致認可，就即刻開起咗自己嘅小店。呢個亦都係佢北漂20幾年返屋企之後嘅立命之本。再嚟打，一攞啲都未攞先，一攞。陳俊傑嘅鋪頭開咗唔到1個月，就俾附近嘅街坊認可咗，每日都可以賣到90幾隻滷水老鴨乸。老鴨係鹹香嘅，陳俊傑心裏邊卻係甘甜嘅，佢已經喺度諗緊開新嘅店啦。2000年，吴振成怀揣着5万块钱，凭借着祖传制作龙江猪手的秘方，来到汕头开始经营叶粥店。一般我们想用这个，就想用它比较肥大。你看它这个皮，读起来它非常黏，教育了10多年了，所以它把最好的指甲都留给我们。买回来的猪手先得一只只进行脱毛，
一道卤猪手能成为10几年的招牌菜，离不开吴振成对每一道繁琐制作工序的较真儿。猪手在火力的作用下，表皮收缩，烧至猪皮变硬，再放入冷水中刷洗，每一个缝隙都不放过。一冷一热，不仅能将表皮的细毛清理干净，也有助于猪手最后形成 Q 弹的口感。我爷爷做猪脚到现在40多年了，我10多岁就学他做农间猪脚。小时候读完书啊，然后就来帮他切猪脚，洗猪脚。洗净的猪手顺着关节位分成3段，按大小依次码入锅中，倒入卤水就可以开卤了。卤制过程看似相同，但口味却各有千秋，是否正宗取决于这一锅卤水。我们农间猪脚一个做法就是油滚油，它这个肉质比较香，吃了油，它每天这么翻滚，它就会更香。经过秘制卤汁3个小时的熬制，猪手色泽红润油亮，澄澄诱人，肥而不腻，饱含胶质。靠着这一道精心烹制的猪手，吴振成在汕头餐饮界站稳脚跟。时至今日，菜式选择如此多样，这道配菜依然独占鳌头。在老广的食谱中，鹅的品尝方式繁多，能植根于老广味蕾记忆深处的，除了卤水鹅外，还有烧鹅。烧鹅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，时至今天，它已是老广迎宾待客的必备。大家用下睇做講，有睇基大或點啊？基大睇個真勁，已經探着睇朋當時做好嘅，下睇個朋友的，睇本地是做好的工作咩緊呀？都工得，快搞掂呢嘅。在传统粤菜师傅看来，烧味是烧和卤的结合体。遍地开花的烧味档，但凡看见排长龙的，必定有1、2个让老廣們想起就直咽口水的招牌產品。每日嚟到一般都過嚟，因為燒鵝啦，同埋燒肉、買雞啊嗰啲多啲啦，多數呢嗰啲。生燒啊先嘛。9年前，祝锦信凭着17年来专做烧味的底气，带领徒弟们撑起了这家粤菜老店的烧味部。作为掌厨大佬的祝锦信，是如何让一只鹅、一块肉成为老廣趋之若鹜的美食呢？早上6点，祝锦信和徒弟准时出现在这条充满烟火气息的老街。日日30隻鵝點啊？你哋嗱，我有10兩隻豬就嗰日其實幫手7斤3左右到。嗱，呢啲全部要乾身，冇乜水嘅。嗱，瘦身同埋花生就冇要下，同埋嗰啲要超重嗰啲大隻嗰啲，有乜隻差唔多一樣。每個新師傅、新徒弟啊過嚟咧，我都會教佢點樣去練呢隻貨。所以呢材料咧一定要把關嚴格，所以先做得靚嘅出品到出嚟。食材是保证出品的基础，把好了这一关，才可能催生出让人垂涎3尺的美味。深谙此道的祝锦信，多年来的早起只为鲜鹅。走，来上啲我嘅。制作烧鹅的第一步是清洗，怎样保持鹅的完整？祝锦信有嚴格的要求。收貨咧，就睇下佢有冇淤血啊，或者裂痕啊。如果有裂痕咧，燒出嚟佢就會爆開喺度；如果有淤血咧，佢就會黑。腌料是烧味最核心的灵魂，每份腌料的背后都有師傅的心血。初創改良，適時調整。近30年嚟，我哋總結到個經驗，即係每個地方咧，嗰啲客人嘅要求口味啊，都係唔同嘅。特別呢邊老城嗰個要求口味咧，比較偏淡少少。腌料需要均匀地灌入鹅的腹腔，再用铁针缝合，使汁味不致漏出。胀满的鹅，则是用气腔从鹅颈沙口处深入颈腔，将空气打入鹅体皮下脂肪与结缔组织之间。
打起嗰時打均勻啲啦，冇位打爛咗、打爆咗。打起之後咧就冇攞上去撳個鵝身嗰度，佢就撳兩隻甩咗就冇。一上髀嗰時就冇咁靚噶啦。在热胀冷缩的作用下，鹅皮变得更加紧致。让鹅皮更加爽脆的奥秘，却是祝锦信自家调配的脆皮水。放进风干箱前过一遍脆皮水是必要的环节。鹅的风干过程需要5个小时。在等待的时间里，锦师傅开始了其他烧味的制作。时间一刻一刻的过，腌料慢慢的渗透到肉层深处。30只鹅，20斤花肉，50只鸡，这是店面制作量的上限。为了保证每一次的出品，锦师傅只能控制数量。烧味的制作，某种程度上也是厨师心性的考验。无论是烧鹅还是烧肉，火候的控制都至關重要。呢啲係我哋酒樓一路一直以嚟都保持傳統嘅燒法，就用木炭嚟燒。呢啲木炭咧就可以保持啲溫度啊同埋火候咧都掌握得比較均勻，燒出嚟嘅啲嘢咧個肉香味啊各方面啊色澤靚好多嘅。烧鹅的烘烤过程需要50分钟，先是猛火烤。通过高温，可最大限度地去除表层油脂，直到鹅肉熟透后，再改为文火慢烤。師傅需要不斷觀察鵝身的顏色來控制火候。做燒鵝呢樣咧，燒臘呢樣嘢咧，一定要係考慮個師傅咧個注意力同埋個耐心。呢樣嘢咧重複來重複去，係冇時間準則嘅。所以你稍不注意咧，燒出個燒鵝咧皮咧同埋嗰啲汁咧都冇咁靚嘅。爐火正旺時，香氣一飄開。老店經營做的都是街坊生意，街坊們幾乎個個都是美食家，對燒臘尤其挑剔。比起賺錢，錦師傅更在乎他們對食物的肯定。每逢節假日咧，係我哋廚房最忙嘅時候啦。即係你好似呢啲咁工作狀態咧，只有年輕人先可以捱到嘅。11點40，燒味窗的廚燈準時打開，燒鵝、脆皮燒肉、蜜汁叉燒、油雞一一上架。下方燒鵝，上是嗎？要大一點。最後一道工序斬燒鵝，每一刀都有講究，開肚、分上下裝、去油脂、斬件。鵝身的厚薄不一，每一刀的力度也有區別。錦師傅每天都重複這一系列動作，方寸之間自有天地。每天來回於烤爐與砧板之間的路，他走了26年。而家做我哋呢行咧，係冇幾多個人堅持得落去㗎啦。即係呢度咧，如果佢真係沉穩住心去做嘅情況下咧，肯定會做出令我哋食客追捧嘅味道。在老廣的餐桌上，除了食物本身能給味蕾體驗到千變萬化的驚喜外，食材的培植和手藝的傳承，更是讓人無比折服。